垓下之围，四面楚歌。绝境中，西楚霸王项羽悲愤吟唱大风歌。美人虞姬拔剑自刎，一道芳铃骤然而去。美人血，英雄泪。这段流传千古的霸王别姬，牵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。虞姬谢世后，当他再次见到霸王项羽时，又是在怎样的时空？清朝的一段文字揭晓了虞姬的真实身份。也因为这段罕见的文字源，虞姬穿越时空，为后人娓娓道来前世今生。根据许丰恩著作《李成》记载，大清道光25年，这一年距离霸王和虞姬生离死别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。这一年，诗人许凤恩在宛城遇到了知州甘霖。不久之后，这位甘大人要去灵璧县，这个灵璧县又称霸王城池都。有一天，甘大人翻阅县志，无意间发现灵璧县那个地方原来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战场。当初项羽和刘邦争霸，在垓下打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，千古美人虞姬的坟墓就在灵璧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早已荒芜不堪。甘大人打算修缮虞姬墓，但还需要重新刻一通碑文，得需要一个顶好的大手笔才能完成。许先生的到来让甘大人很振奋，这件差事交给许先生来完成是最好的了。许先生答应了这件事，很快许先生就把写好的墓志寄给了甘大人，最终镌刻在虞姬墓碑上。许先生的确是点策高才，那通碑文犹如行云流水，字字珠玉，读来酣畅淋漓，得到众人的盛赞。1年以后的8月，许先生参加金陵秋试后乘船回家，但是船行至乌江，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，江中掀起了大浪，小船架不住那么大的风浪，只得泊岸停靠。许先生坐在小船上，眺望窗外的风景，看着看着就感觉眼皮发沉，浓浓的睡意席卷而来。似睡非睡间，看见了一位穿着华丽古装的美人。外面刮着大风，哪家的美眷会在这个时候抛头露面呢？美人越走越近，径直登上许先生的小船。近距离一看，美人容貌明媚，光彩照人，她身后还跟着2个婢女。外面风浪大作，怎么会出现美人？许先生惊讶地站起来，心里慌乱一团。美人嫣然一笑，说：“先生莫惊，说起来我和先生有一段文字之缘，所以特来道谢，请勿惊慌。”文字缘？许先生心里嘀咕着，我既不认识你，又没通过书信，怎么会有文字缘呢？虽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但看眼下的光景，来者不是凡俗之女，尘寰之辈啊。许先生只觉得自己生在乱世，无所作为，实在想不清楚能有什么机缘面见天仙一般的美人。一时坐立不安，愣愣地杵在那里。看着先生的窘态，美人以扇遮面，笑着说道：“先生勿惊，我是西楚虞姬。先生为虞姬写的碑文，让我的千年苦愤得以消解。昨日我和妻妹前往东海，为上元夫人祝寿，将要返回瑶池，路过此地，知道先生小舟停在这里，特来向先生道谢。”虞姬那可是2000多年前的大美人呐。许先生又惊又喜，不敢冒犯，恭敬地说：“仙姬真情裂魄，在下所需不足万一，实在不足挂齿啊。”虞姬说道：“许先生，今日有面谈的机缘，我想多说一些往事，希望借助您的文字，把这些故事传给后人。”许先生急忙铺开坐席，请仙姬入座。许先生的文章论述深刻，
提到楚汉之间的仁义，楚强汉弱，虞姬觉得一点都没错。他叹了一声说：哎，只可惜我王当年犹豫不决，如果能听从妾身的建议，或许情况会大不相同。许先生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到底哪些情况和传说中的不同呢？虞姬便开始讲起千古往事，他的话就像跨越了时空，描述的历史画面弥补了史书的不足，让许先生大开眼界。文章中有一句说：鸿门之计不行，乌江之祸已伏。这句恰中当时要点。虞姬想起前尘往事，心中依然有些遗憾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趁着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时候，率先攻入咸阳，灭了秦朝，这让项羽十分恼火。仗是他打的，却让刘邦捡了一个便宜，于是急命大军赶往咸阳，要找刘邦算账。项羽大军很快就打到了新丰县一个叫鸿门的地方，这里距离刘邦驻地只有40里地。西楚军师范增，项羽尊称他为亚父。此人足智多谋，劝项羽趁早除掉刘邦。当时项羽也收到消息，说刘邦有称王的野心，打算自立称帝。项羽勃然大怒，决定第2天就攻打刘邦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西楚一边掉了链子。原来项羽的叔父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是故交，两个人是好朋友。项伯担心第2天一旦开打，张良肯定是性命难保啊，于是趁夜赶到刘邦大营，叫张良快逃。张良意在扶汉，便通宵达旦商议对策。刘邦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和项羽差得很远，于是决定第2天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请罪。刘邦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，向项羽请罪。项羽是一代英豪，见刘邦如此谦恭，心头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了。他立刻换了一个语气，叫人摆上酒席宴请刘邦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鸿门宴。那场鸿门宴，虞姬也随侍在项羽身边。宴会上，亚父范增几次给项羽使眼色，并3次举起玉佩，示意项羽尽快动手。可是项羽心肠太软，下不了毒手。范增在旁边看得急眼了，把项羽的堂弟项庄叫过来，让他进入酒席，舞剑助兴，趁机杀掉刘邦。眼看着闪闪的剑锋离刘邦越来越近，项羽的叔父项伯也立即起身，拔出宝剑和项庄周旋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结果剧情翻转，刘邦趁着假装上厕所逃之夭夭了。这让范增怒气冲天，仰天长叹一声：将来和项王争夺天下的人必定是刘邦啊，我们都等着做他的俘虏吧。亚父找到虞姬，让他去劝劝项羽，并举了一个例子：吴王夫差放了越王勾践，最后反而被勾践所灭，希望项羽能引以为戒。虞姬劝说项羽趁早杀掉刘邦，以免养虎为患。结果项羽说：你一个弱女子，怎能了解天下大事？项羽是要实力有实力，要威望有威望，最终却在垓下一战一败涂地。虞姬作为西楚霸王身边最后的女子，陪着项羽走到了最后一刻。当时的虞姬又是如何承受的呢？清人许先生好奇，后人也很好奇。虞姬注目凝神，叹了一口气说：汉军围攻那天，黑云密布，夜里下起了蒙蒙小雨。我在项王的大帐中，项王正计划着整备军队，打算决一死战。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四面楚歌，从四面八方传来楚地的山歌。项王听了，顿时叹息流泪，回头对虞姬说：我们大势已去，爱姬打算怎么办？哎，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劝告，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
虞姬安慰项羽：“大王只管自保，快想办法，请不要以妾为念。”项羽听了虞姬的话，更加伤心不已。一代英豪在大帐中做了一曲《垓下歌》，流着眼泪吟唱起来。虞姬心有灵犀，他心里明白项羽的意思，于是打起精神，勉力唱和。一曲唱罢，虞姬拔剑自刎，以死明志。他对项羽的忠贞至死不渝。虞姬说到这里，2000年前的往事仍会令他有些伤感，泪珠在眼眶中打转闪烁。许先生听到虞姬的讲述，也感到万分悲伤。人间最难的事就是生离死别。许先生安慰虞姬：“如今仙姬已经返回仙界，回忆前尘往事，只当作他人的成败，由后人评论吧。再说，比起西归等人，仙姬节操更加高尚。虞姬当日决然赴死，那么后来发生的事，他是否还知道呢？”虞姬说：“妾身虽死，但是魂魄还追随在项王左右。”项羽见到虞姬自刎身亡，心中大痛，坐在大帐中失声痛哭。他命士兵用毛毡裹住虞姬的遗体，暂时掩埋在前土之下，以免被人践踏。虞姬的埋葬之地只有虞姬的兄长知道。汉兵退去后，虞兄把虞姬迁葬到灵璧县。项羽独自骑着乌骓马闯出了重围。传说中乌骓也叫玉骓，是关外名驹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张飞的坐骑也是乌骓，还留下了人中有张飞，马中有玉骓的传说。据虞姬所说，项羽的乌骓马乃是神骑，一日可行1000里。但是在决战的3日前，乌骓前蹄突然扭伤，不能奔跑了。项羽心中悲恨，认为是不祥之兆。后来项羽所骑的骏马看似乌骓，其实不是，这也是天意啊。倘若乌骓的马蹄没有扭伤，它会涉水犹如平地，又怎会有乌江之难呢？项羽的歌所唱的“时不利兮骓不逝”，就是由此而发。这时侍女蛟言对虞姬说：“时间晚了，恐怕会让妻妹久等了。”虞姬说：“再稍微小坐也无妨。”侍女说的妻妹是谁呢？虞姬说起自己的真身，原来是王母的第9女，而妻妹是王母的侍女。2个人先后下凡，妻妹嫁给了刘邦，也就是有名的戚夫人，后来被吕后残害，成了人质。虞姬和妻妹在苦难中各自经历了一番磨砺，返回天界后就以姐妹相称。虞姬是千古美人，绝代佳丽。在美人的眼中，项羽是怎样的人物呢？恐怕后人都很想知道，为什么在绝境中，虞姬对项羽不离不弃。虞姬说：“平日里项王雍容退让，像个文士，一穿上铠甲便气宇轩昂，豪气万丈，令人敬畏。四面楚歌时，虞姬拔剑自刎，一道仙灵冲上云汉，返回仙班。而项羽又落得怎样的归处？”虞姬死后，项羽骑马突围，在乌江自刎而亡。一道英灵冲上星汉，也即刻返回了天宫。在天界，项羽和虞姬偶然也会见上一面，2个人了结了尘缘。回到天宫之后，对于尘世的儿女私情，2人不敢再有任何妄想。虞姬说：“一旦脱掉人身，离开尘世，孽缘就已经割尽了。在仙界，即使偶然相见，都是以贵宾大礼相待。倘若稍有妄想，被天地觉察，不知道以后又要堕入几重凡尘，再度历劫了。”美人血，英雄泪。项羽和虞姬历经命运的试炼，了结尘缘之后，返回了天宫。或许只有这样清冽忠贞的虞姬，
才配得上霸王项羽的英雄气概吧。天上人间，古人今人穿越了时空，因为一段文字结缘，相聚在这飘摇的小船上。虞姬解答了许先生的所有疑问后，天色也逐渐泛亮了。这时，从遥远的村庄传来一阵鸡鸣声。虞姬了结了这段文字缘，解下一方玉佩送给了许先生，道别珍重。话音刚落，虞姬就带着婢女姗姗凌空飘然而去。许先生望着虞姬飞去的身影，感慨万千。这时耳边传来船家的呼唤解缆声，许先生豁然醒来，原来是一场梦。不过许先生的神志却异常的清醒，好像虞姬刚才就在船上，回忆梦境历历在目。他再一回首，发现枕边赫然放着一块玉佩，正是梦中虞姬相赠之物。许先生急急提笔，记下了这段罕见的梦中之缘，把它收录在自己的著作《里程》中。在其中的记梦篇，他还如实附录了那段重修虞姬墓的碑记，为后人留下了这段玄幻的传奇故事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